上期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大法信仰的力量。Testway 主观评分8分，由911名网友给出平均分5.3分。看来其实大部分人对这样的产品也不太感兴趣。来自 YouTube 的朋友 Nico 告诉南后期打扰了，写错了，以为联系的上下文。没有大家想的这么多，就是南后期写错了。来自 YouTube 的朋友张浩宇叫我们用电子纸折个飞机，飞机折不了，飞盘还是可以飞的。本期我们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把这2个手机的摄像头耍废。耍废？那么问题来了，那个摄像头支持5万次的升降，弹出时间是1秒钟。方那个是支持30万次的升降，弹出时间是0.5秒。那么请问南后期，你要把它俩耍废，需要多少时间啊？Nex 需要27.77个小时 ，Find X 需要83.33个小时。就算我不吃不喝不休息，以我单身18年的手速，不断的弹出这个摄像头，大概也需要111个小时，也就是4天半。我就要问，牛不牛逼？作为一个小学还没毕业的人，能在这么快的时间算出来，也是难为你了。你知道的嘛，我这方面不行。不说了，开始搞事情。好，加油！你是最棒的。在节目开始之前，请大家记住，这个摄像头可是有寿命的。这是 Nex。一部与我们很有缘的手机，因为曾经我们在 iPhone 10云体验中设想到被大家说成傻逼的设计，在这部手机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。谢谢 vivo 实现了我的想法。正面没有刘海的全面屏比 iPhone 10好看了许多，通过屏幕发声技术，连听筒都不需要了，达到了一种完全无缝的境界，如一块碧玉一般完美无缺。背面还是没能逃过苹果的毒害。不过值得欣慰的是，摄像头并没有那么突出了，在光线的照耀下全息幻彩，也会让你得到意料之外的惊喜，无法自拔。裸奔党的特权，抬起手机，充满科技感的屏下指纹就呈现在你的面前，这逼格果然就是我一直期待的呀。解锁的速度虽没有实体指纹解锁快，不过这点差距，我想应该不会有太多人在意，并且指纹的识别区域也比较大，看在边缘试探也可以进行很好的识别。不过，怎么回事啊？期待这么久的屏下指纹用起来还不错的吧？为什么皱着眉头啊？因为我发现这个屏下指纹有点问题。没错，真正当你开始使用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样的设计还是太天真了。由于没有一个物理凹槽的设计，对于刚开始使用的人来说，基本上没有办法盲按，只能盯着一个按一个。看来还是指纹的识别区域不够大。当下面整块屏幕都成为识别区域的时候，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呢？其次，由于经常按这块区域，屏幕这儿的指纹印也是非常的多，因此不是必须的。进入系统，说实话，让从 iOS 到安卓的人用得顺手，原以为只有小米做得最好，但是用了 Nex 之后，我才发现 vivo 也做得如此优秀。很多操作逻辑让我这个之前一直用 iPhone 10的人来说相当舒服，这才对嘛！虚拟按键什么鬼？没有了刘海，异形屏终于成为了真正的全面屏。看视频再也不用缺一块了，爽！玩游戏也不用在意那块刘海了，爽！在黑暗中，你真的会有一种握住整块屏幕的感觉。这种视觉上的冲击，现在也没有几台手机能做到吧？当然，仅仅也只有视觉震撼罢了。拥有单扬声器的它，在这个遍地双扬声器的时代，还是差了点意思。不过没关系，3.5毫米耳机孔还保留着。我的天，还有3.5毫米耳机孔，真的哭了！哭什么哭？取消了你让人家怎么做音乐手机啊？ vivo 从音乐手机入门，在音乐播放器方面那可是强项，自称拥有发烧友级 HiFi 音质，真划算，
买手机还送 HiFi 播放器，戴上耳机。我去，这音质不摆了，简直可以排在我听过的旗舰手机中倒数几位了，太垃圾了。声音浑浊不堪，毫无音质可言。所以，等等，你有没有觉得这有可能是耳机的问题啊？有道理啊。于是我们寄出了可以拿得出手的耳机，播放无损音乐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是这看上去高大上的耳机拖了他的后腿。换过耳机之后，手机的音质真的好了不是一点半点，至少比同样保留了 3.5 毫米耳机孔的1+6好多了，可听到的细节多了很多。所以用它，你一定得配合一个合适的耳机，爽。哦，对了，不要妄想它比同价位的音乐播放器音质好，不可能的，这辈子都不可能的。蓝绿大厂可不是一家独秀， vivo 开花， OPPO 也得锦上添花才行。只是 Find X 这朵花儿，一不小心开得太大了吧。同样完全的全面屏，不一样的是更加好看的曲面屏幕，更加优秀的握持感，更加完美的背部。没错，对我来说，背部没有跟风苹果就是完美的，甚至它连摄像头都隐藏起来了。哦，终于消灭了这该死的罪恶之源。3D 曲面机身上隐隐透着波尔多红，犹如包裹着醇香的葡萄酒的玻璃瓶一般，完美无缺。这时候你再看这 OPPO 的标志，不会感到一丝不屑，而是一种难以置信与感叹。我的天哪！我有想过几年后苹果、三星会推出这样的手机，但是有谁想到过，推出这样手机的竟然是 vivo 和 OPPO。不说别的，这外观今年旗舰机中最好看的没有之一。点亮、滑屏、解锁一气呵成，弹出摄像头与屏幕是那样的融洽，光线弱一点，你还真不会注意到这里弹了一个玩意儿出来。没错，与 Nex 选择的方案不同， Find X 采用了时下流行的面部解锁，关键还是支付级别的 3D 结构光解锁。虽然没有 iPhone 10那样精确，不过平常使用并无太大区别。还是差点，微信不支持面部支付，每回都要输密码的麻烦，你懂的。如果有像 iPhone X 那样抬手亮屏就好了。太年轻了。没错，刚开始我也是这样期待的，并且 Find X 也可以设置亮屏就进行识别，但是这并不科学。想想在裤子里被误触的时候，想想仅仅看个时间的时候，记住这个摄像头可是有寿命的。还是这样最科学。初始 UI 太过丑陋，不忍直视，换一个，好多了。如果说从 iPhone 10到 Nex 可以毫无芥蒂，那么 Find X 真就是个安卓版的 iPhone 10，太顺手了，操作逻辑就没有什么区别。不过遗憾的是，底部没有做到像 iPhone 10那样的圆滑，因此手势操作没有 iPhone 10舒服。再加上如果有膜的话，那就更不舒服了。个人建议还是裸奔。所以这两部手机值不值得买呢？等等，你是不是好像忘记了这两部手机最重要的地方呢？好吧，我们还是来玩玩这两个头。这两部手机都拥有弹出式摄像头，只是 Nex 是前置， Find X 前后双置罢了。一个小巧精致，一个狂拽炫酷，在朋友面前显摆装逼都可以让别人毫无还手之力，不用怕熊孩子使劲塞会把它弄坏，都会自动缩进去的。当然，用 Find X 可能会让人操心一些，注意别挡着摄像头，注意别被夹着手，注意定时清理一下灰尘。样子虽然炫酷，但拍出来的画质才是最重要的。拿出上一代比较屌的 iPhone 10，看看差距。光线较好的情况下，这照片颜色上 iPhone 10就已经完败了。Find X 的颜色合适一些， Nex 则有点华为蓝天模式的感觉了。细节上 Find X 和 Nex 差不多，比 iPhone 10好了不少。讲道理，今年的手机在拍照方面都挺不错的，而前置拍出来的效果嘛，大家自己感受一下好了。
夜晚方面，这个差距还是有点明显了 ，Find X 明显差了不少。看来这样的设计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呢。哦，对了 ，Find X 的人像有个阴阳脸模式，拍出来是这样的。你确定真的会有人用吗？总的来说，为了这个完全的全面屏，2个厂商真的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呐。不过我得吐槽一下，明知道这2个手机的摄像头是有寿命的，能不能别在我拍了之后看照片的时候将摄像头这么快收回去呀？No， 这一来一回，平白无故就少了1次寿命。因此，喜欢自拍的女性朋友们，还是凭感觉拍吧，看多了伤手机。哦，对了，还不防水。由于都使用的高通骁龙845，所以玩一下小姐姐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不过久了嘛 ，Find X 的发热要比 Nex 严重不少。看来这样的设计散热也不太行啊。而且扬声器在左边，按照以往的惯性思维，手会挡住它，因此你还得习惯换一个方向才行。哦，对了，提醒大家一句 ，Nex 还有一个普通版，采用的是高通骁龙710与后置指纹，我不太推荐，请看清楚之后再下插。至于续航嘛，也没有什么短板，非重度用户1天半还是用得到的。说到这儿，这2部手机值得买吗？在我看来，这2部手机就2个字：外观。而对我来说，唯一感兴趣的就是，当弹出摄像头达到寿命，会不会嗖的一下弹出来？没错，从测评的角度上来说，它俩或许有一些的高科技，值得我们去拆解。但是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，它还是一部 vivo， 而它还是一部 OPPO， 系统还是那个系统，并没有什么不同。这2部手机为什么惊艳？因为它们不同流合污，因为大家知道这才是最好看的。因为做出这2部手机的是 vivo 和 OPPO， 面子是自己挣的，别什么难题都等着苹果、三星去做，咱们自己也能做。目前 Nex 旗舰版4498元 ，Find X 4999元。所以这次我们给出主观评分 ，Nex 8.1分 ，Find X 8分。因为在我看来，较 Nex 来说 ，Find X 有些华而不实了。因此，我更喜欢拍照效果和音质更胜一筹的 Nex。而给出这么高的分，也并不是因为这2部手机比 iPhone 10、S9 优秀，其实很多地方还差得远。但这种敢于创新的勇气，难道不值得肯定一下吗？等一下，我们这期节目的目的不是要把这2个手机的摄像头耍飞吗？娘子，夫君，娘子啊，快看我给你带的礼物，牛肉干、冷汁兔，我们一起吃吧。啊，你迟到了1分08秒，你一定是外面有人了，渣男，分手吧。单身狗不要哭，抬头挺胸绝不输。七夕情侣套餐，单身狗套餐现已上架87076677。好，又到了骂 test 尾时间，5个网友评论。懵懂的少年觉得我们应该在优酷、爱奇艺等等平台上多抽点评论上电视。好了，大家积极的去那几个平台评论吧。从这一期开始，我们已经在那些平台去寻找上电视的评论，让大家都能上电视。锦昭觉得小姐姐要多，哎呀，我也想看小姐姐啊，可是和我们玩的小姐姐太少了。你是不是小姐姐呢？赶紧联系我们的官方微博吧。方便面节目不好看，是的，我们已经在改进了。能不能投票筛选体验的产品呢？待会儿讲这个问题。啪啪啪，能不能变成粉丝体验的产品呢？众测人手不足，不好搞啊。我觉得还是啪啪啪吧。听风狗仔觉得我们应该建立一套索引系统，方便寻找节目。是啊，有建站经验的朋友们，请赶紧联系我吧。这里私信我，我们想把官网做成咱们的铁丝基地，你们觉得如何呢？不开玩笑哦，飞过
千山提醒我们要以体验内容为主，剧情可以少点，实用性很重要。上一期的索尼电子纸就有很多实用性的内容，大家是不是觉得还可以呢？弹幕告诉我们。戈多和戈多希望微博投票体验的产品让铁丝决定。跟刚才那位朋友的其中一点差不多，建议很好，但是呢，我们怕失去趣味性，因为这样的话就可能从有感而发变成了命题作文。如果我们没有兴趣点这个产品，又怎么能出好的节目呢？你说是不是呢？好，我们尽量折中吧。Thank you。本期的啪啪啪的就是这个 Find X， 不过需要提醒一下，是移动定制版哦。大家根据需求来拍哦。23块3起趴，87076677已经开始了。而 Next 嘛，我们想搞一搞事情，所以持续关注我们的 BBT 节目。好玩的就要来了哟，暂时就不趴了，之后再趴。那个整点声音哈。今天周二，淘宝评论中奖的5个小伙伴名字在这里，进我们87076677找客服，他会把奖品寄给你们。好，今天都说一件事，提醒大家，七夕节即将来临，我们的七夕耍朋友套餐、单身狗套餐正在热卖，赶紧下单，总有一款适合你。嘿嘿嘿嘿。最后，淘宝评论上一个电视，汪汪号见地来为说，看了恁个旧节目，第一次光顾87076677，送了一份单身狗福袋给喜欢的女孩子。他问我啥子意思，我说希望明年可以送你七夕情人节礼盒。如果我能上电视，我就跑去直接表白。那位朋友，特社会已经给了你勇气和力量，赶快去向你心爱的女生表白吧。感谢微博名字月美红的朋友送我恁个多黄金。Test the way， 帮你 try before you buy。